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斌。本片开头，我们先来看一张合影，能够认全上图的人物吗？那大腮帮子肯定都认识，他左边两位是科比的遗孀和大女儿，中间是韦德的二儿子，哦不，二女儿啊，不对，也是大女儿。再往右是 EJ 酱，这么说也省得纠结他是魔术师的儿子还是女儿了。然后是韦德现任妻子以及 EJ 酱的妈妈。好嘛，总算介绍完毕。这是他们于今年11月初参加奢侈品牌 Gucci 在好莱坞大道上举办的 Gucci Love Parade 的时装秀，看得出每个人都盛装出席，造型洋溢，这花花世界着实让人流连忘返。其实对比镜头前的花哨，很多人的私生活也是色彩缤纷，尤其是 NBA 球星。今天阿斌就带大家来品味图中唯一正经男性韦德的场外人生，看看闪电侠的情路历程。先从图上人物说起，毕竟现在尤尼恩才是韦德的正宫娘娘，在 NBA 中他们算是一对神仙眷侣了，频频高调秀恩爱，常常同进同出，就连在香蕉船上，尤尼恩也挤掉了安东尼，成功入境，足以见得这对夫妻的形影不离。韦德与尤尼恩于2007年相识后开始约会，很快两人就你知我长短，我懂你深浅，打得火热。值得一提的是，在年纪上，尤尼恩足足比韦德大了10岁，但是这并没有成为他们感情的障碍，甚至相反，在岁数上女大男小的话，巅峰期刚好重合。最终这对姐弟恋跨越7年之痒，在2014年正式完婚。当时尤尼恩已经42岁了，但依旧风姿卓越，看得出身体保养得很好。在2018年，尤尼恩在社交网站上晒出了一张湿身照，在这张照片中，韦德妻子上演湿身诱惑，火辣身材性感撩人，让人看后有些招架不住。为避免引发身体不适，特做打码处理。尤尼恩这张照片一出，引无数男人点赞，其中就包括吉米·巴特勒，这位球场上的硬汉同样难过美人关。心潮澎湃的 GB 也顾不上什么失态不失态的，他在照片下面直接评论道 Well done， 表示对嫂子身材的震惊与赞美。我尼玛，爱嫂子啊！巴特勒毫不避讳地欣赏尤尼恩的凸点图，这让大哥韦德好生尴尬。随后护妻心切的闪电侠警告了这位前队友，大致意思就是你小子要是不老实，我就狠狠修理你。还好双方都是玩笑，最终没有发生巴恩斯老于 2.0 事件。看得出韦德对尤尼恩非常重视，但是他真的是一个好伴侣吗？至少在忠诚方面，闪电侠对待感情的态度没有像对待热火那样一以贯之。尤尼恩在自己近期出的一本新书提到了他和韦德在结婚前的一件往事。话说名人都爱出书吗？还是因为村头厕所没纸了？不打岔，事情发生在热火3巨头时期。在2013年的时候，韦德不但有了浇灌膝盖的庆功香槟，还和另外一名女子有了孩子。对于韦德来说，不知道算不算双喜临门，但对于尤尼恩而言，绝对是晴天霹雳。当时他们两人交往已有5年之久。当尤尼恩得知此事后，他表示绝望2字根本不足以形容他当时的心情。遭遇感情背叛的他，即便是接受了多次心理治疗，但再次提及此事仍会莫名的心痛，就像钉子钉进了木板，哪怕拔了出来，这个印记也会始终存在。这件事差点让2人分道扬镳，不过韦德最终还是选择原谅尤尼恩，尤尼恩还是选择原谅韦德。用时下流行的一句话概括一下，婚姻到底带给了女人什么？另一半出轨还和别的女人生了孩子，这可不是一般人能接受的。你会愿意痛苦的分手，还是承受痛苦的拥有？选择后者的尤尼恩虽然展示了自己的大度，但也有不少网友表示，他这么做是觊觎韦德的身份和钱财。对于有这样想法的人，阿斌在这好好给他们补补课。尤尼恩1972年出生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大学时期曾是一名运动健将，篮球、足球、田径样样行，看身材就知道不简单。毕业后，他开启了模特生涯，并且成功打进好莱坞演艺圈，成为知名导演和主持人，主演过多部电影，其中就有我们熟悉的《绝地战警2》。论金钱知名度，绝不在韦德之下。与此同时，外形名气均出众的尤尼恩自然不乏追求者。他在韦德之前有过一段婚姻史，其前夫就是纽约洋基队棒球明星德里克·杰特。在美国体育圈，谁的新欢不是别人的旧爱呢？这句话对于韦德来说同样适用，因为尤尼恩也是他的人生第2站。当然，是不是终点站有待时间给出答案。老球迷应该也清楚，在与尤尼恩在一起前，韦德就曾有过一段婚姻。故事的开头就像童话，韦德的前妻名叫西奥·沃恩，他和韦德从小就认识，2人属于青梅竹马。在2003年的 NBA 选秀大会上，韦德在第5顺位被迈阿密热火选中，从而开启了辉煌的 NBA 之旅。
韦德能取得之后的成功，确实是靠着自己的实力。但有道是喝水不忘挖井人，热火队魂能够进入 NBA， 其实背后也离不开前妻一家的帮助。在学生时期，韦德家境困难，在闪电划破夜空之前，是西奥沃恩的父母资助韦德完成学业，并在生活上给予后者保障。可以说，没有他们一家的支持，就没有后来的闪电侠。一开始，韦德也是感恩戴德，没进 NBA 就和西奥沃恩完婚，并且承诺会给对方幸福生活。然而，美好的未来如约而至，可惜之后的故事不再有他的章节。在2008年，韦德和西奥沃恩的感情走到了终点，很多人都不解为什么他们的爱情童话就此完结。对此，西奥沃恩一口咬定说，韦德在婚内一直都有出轨，并且还是时间管理大师，与多名女子存在不正当的关系。更要命的是，从2007年开始就将私处的病症传染给他。等等，那年韦德不是刚和尤尼恩交往吗？关于离婚的原因，男方则是另一种说辞，他把枪头对准了前妻，埋怨对方在照顾孩子方面不称职。最后各执一词的双方上了法庭。从2008年开始，韦德一共被前妻前前后后起诉了13次，这数字已经和他入选全明星的次数持平了。而对于前妻，韦德也是不惜用肮脏、丑陋等字眼来形容。为了能够撇清前妻的纠缠，韦德选择花钱买清净，破财消灾。2010年，双方的离婚案正式结束，韦德获得2个儿子的抚养权，而西奥沃恩带着500万美元、4辆豪车以及一处豪宅与负心汉彻底划清了界限，往后余生各自珍重。目前，尤尼恩和韦德前妻的2个孩子相处得非常不错，他还为韦德产下一女。韦德虽然对于前妻在生活上是零容忍，但在孩子教育上则是尽情满足。大儿子扎伊尔的篮球之路示威，但还是被 NBA 发展联盟选中。韦德作为爵士的老板之一，其中自然功不可没，毕竟不是谁都有股东父亲。第2个孩子则更被宠到天上，在其宣布出柜之后，韦德不但像魔术师一样给予声援，更是允许儿子做变性手术。如今韦德已经退役多时，昔日的闪电侠留给我们的赛场瞬间只存在回忆里了。但随着他的放飞自我，相信今后也会陆续听到关于他的消息，请拭目以待。在 NBA 里，球员被交易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因为一通电话而被球队送走的却是难出其右。当年在被丹吉洛·拉塞尔曝光出轨后，尼克杨便与其势同水火，我把你当兄弟，你去上演谍战戏。录音门事件成为了拉塞尔离开湖人的导火索，而当所有人都预测这位2015年榜眼会沦为水货的时候，他却成为了湖人朱少里第一个进入全明星的。如今的拉塞尔和好友唐斯并肩作战，是要带给明尼苏达别样的温暖。今天这部影片，阿斌就带大家走进拉塞尔的故事，看他如何完成人生新录制。听到拉塞尔这个名字，大部分球迷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绿军指环王，而更巧的是，本片主人公不仅和这位 NBA 传奇的姓氏一样，就连选秀顺位也相同。只是相较于比尔·拉塞尔而言，丹吉洛·拉塞尔能成为湖人榜眼是出乎不少人预料的。2015年 NBA 选秀大会，唐斯和奥卡福几乎被公认会锁定前2位。选秀夜当晚，在灰狼毫不犹豫地用状元签选中唐斯后，手握榜眼签的湖人却并没有如外界预期的那样选中奥卡福，而是选择了拉塞尔。而拉塞尔此次爆冷，最应该感谢一个人，那就是库里。就在前不久，库里刚刚率领勇士夺冠，这不仅引领了接下来的小球风暴，同时也让技术流球员更加被球队重视。而拉塞尔从技术特点上来说和库里很像，大学时期场均 6.6 次三分出手，以 41.4% 的命中率，每场可以命中 2.7 个三分，兼具产量和质量的情况下，已然是一名顶级射手。在场上，两人都是以投射来带动球队攻防，只是一个在 NBA 证明了自己，而另一个的履历还停留在大学赛场。但拉塞尔并不会学着詹姆斯的口吻说把天赋带到 NBA， 不是因为他谦虚，而是真的天赋平平。虽然作为控卫的他有196公分的身高和208公分的臂展，但拉塞尔动态天赋属实拉胯，在黑人球员中跑跳能力属于中等偏下。他的速度缓慢，在防守时面对劲爆后卫会变得力不从心，但是他在选秀报告里的投射能力却让湖人难以舍弃。可以这样说，拉塞尔之所以击败奥卡福成为榜眼，完全就是因为库里而受益。如果重排09年选秀，库里铁定会是状元，即便他身体素质平平，而拉塞尔要是能达到他的水平，对于湖人来说就是捡漏。这么一想，似乎就说得通了。更重要的一点就是，
湖人此前就有过类似的成功案例。他们在乔丹统治的90年代于96年选秀大会交易来了科比，现实也证明了这名高中生就是打球最接近神的男人。而接下来的15至16赛季是湖人2次豪赌选中的球员合作的唯一一个赛季。作为科比退役巡演的现场观众之一，拉塞尔在新秀赛季的表现只能说差强人意。他以 35.1% 的三分命中率，每场命中 1.6 个三分球，场均 13.2 分，虽然也不错，但是并不符合榜眼的身份。而且 3.34 的助攻，哪怕对于1年级控卫而言，也只是到了及格线水平。实际上，这并不是拉塞尔自己不争气，而是和湖人的比赛方式有关。当时的球权主要集中在谁手里，相信大家也都知道，这让拉塞尔无法释放自己的优点，反而让他的不足暴露无遗。此后湖人也承认，在科比的退役赛季，队内年轻人牺牲了不少。那么熬走科比后，拉塞尔的表现怎么样呢？第2个赛季，他的场均得分来到了 15.6 分，助攻数达到了 4.8 次，场均三分球命中数也提升到了 2.1 个。这是否意味着拉塞尔翻身农奴把歌唱呢？其实不然，他的三分命中率依然只有 35.2%。这说明什么？说明三分产量的提升并不是来自效率的提升，只是源于出手数的增加。而三分球可以说是拉塞尔在 NBA 安身立命最重要的手段，当他发挥不出来，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拉塞尔在2个赛季碌碌无为，饱受质疑。毕竟湖人选他是要让他成为下一个库里，而不是继承打铁手艺。除此以外，低情商也是拉塞尔 NBA 生涯早期的标签。2016年的时候，尼克杨也在湖人效力，当时杨少侠已经和歌手 Iggy Azalea 订婚。和大部分 NBA 球员被傍大款不同，相较于手拿底薪的尼克杨，他的未婚妻可是年入1000万级别的。可以说杨少侠赚到了，但是人不能太飘。在一次私下聊天时，杨向拉塞尔敞开心扉，透露自己出轨了其他女人。而让杨少侠万万没想到的是，他视作小兄弟的拉塞尔会公开这段私下聊天的录音，最终导致 Iggy 和杨取消订婚。而拉塞尔不成熟的做法也是湖人最终放弃他的重要原因。在被交易到篮网之后，没有更多曝光度的拉塞尔反而放下了身上的担子，出手变得从容自信。队内所有球员虽然都名气不大，但是场上拼劲十足。就在这氛围下，拉塞尔完成了进化。在布鲁克林的第2年，他场均出战 30.2 分钟，可以砍下 21.1 分、3.9 篮板、7助攻、1.2抢断的全面数据。整个赛季一共扔进234记三分球，在把自己打进东部全明星的同时，也率队重返季后赛。而反观这一年的湖人，他们在拥有詹姆斯的情况下都没能打进季后赛，两相对比，使得众多球迷纷纷为拉塞尔平反，并且再一次惊呼魔术师的助攻能力。打出身价的拉塞尔在2019年夏天以4年 1.17 亿美元的顶薪先签后换加盟金州勇士。不过拉塞尔并没能与恩人库里并肩作战，后者因伤休战，而拉塞尔仅打了33场比赛便被送到了灰狼，以换取维金斯和2021年受保护首轮签。事后科尔表示，这是一笔对勇士来说绝对从需求出发的交易，勇士当时迫切需要提高侧翼的高度。科尔还表示，因为球队有库里，所以对于拉塞尔的需求就减少了。确实没错，拉塞尔注定无法在勇士取代库里，但事实证明，交易来的维金斯更是填补不了杜兰特走后的位置。被交易的拉塞尔非但不难过，反而还很开心。他此前就知道在勇士待不长，此次金州这行就是去取经的。而下家灰狼虽然地处明尼苏达苦寒之地，但那里有他最要好的朋友卡尔安东尼唐斯。唐斯顶着寒风亲自前去接机，并亲手送上了拉塞尔的新球衣，满满的都是属于激情的味道。尽管拉塞尔在投奔灰狼之后战绩没有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可唐斯的心情明显好了许多，逐渐从痛失多位至亲的阴影中走出，这与拉塞尔的到来是分不开的。不过 NBA 并不是过家家，要想球迷媒体的认可，还是得靠战绩说话。而对于灰狼而言，最直接的证明方式就是打进那该死的季后赛。本赛季常规赛结束，灰狼位居西部第7，这已是不小的进步。要知道，即便是巴特勒封神的2018年，他们也将西部第8。然而附加赛的制度并没有让灰狼坐上季后赛的直通车，他们还需要继续战斗。在与快艇的对决中，神一场鬼一场的保罗乔治刚好切回到了乔大将军模式，单节贡献17分，全场砍下34+7+5+3，并且在乔治的梳理之下，
快艇队此战有了4名球员得分达到了2位数，其中替补席的鲍威尔9投5中，3分9 5投3中，以极高的效率得到了16分。而灰狼这边，唐斯被疯狂包夹限制，在比赛还剩8分钟的时候直接犯满毕业。然而灰狼还是赢了，爱德华兹的敢打敢拼让人印象深刻，贝弗利的赛后庆祝也为人津津乐道。但最大的获胜功臣还是拉塞尔，此役他出战38分钟，18投10中，3分5投3中，砍下29分5篮板6助攻3抢断。赛后快艇主帅泰伦卢这样评价他：今天拉塞尔接管了比赛，我本应该调整得更好的，极力去阻止他接球的。而最让阿宾感觉拉塞尔已经成熟的是，赢球后他没有顾着自己庆祝，而是马上找到了当晚发挥不佳的唐斯，安慰他：别气馁，你一直很出色，因为你很强，所以对手想要击败我们，必定会重点针对你，你要调整心态。一通电话录音并不能把一个人完全定性，以前的拉塞尔确实做过伤害队友的事，而如今他懂得了什么是良言一句三冬暖，懂得了如何让自己变好，如何让队友变好，这才是年轻人正确的成长方向。 NBA 最佳防守球员对于一个球员来说是一个至高的荣誉，但是在阿宾的心中，这个奖项始终被一个名字牢牢地把握住，那就是卡戴珊家族。江湖流传着这么一句话：离开卡戴珊，哈登变乔丹。他们在 NBA 的群下之城数不胜数，而这些球员们在卡戴珊们的防守之下，腰虚了，腿软了，纷纷从巅峰坠入低谷。但是那个男人的出现却打破了这个魔咒。科勒·卡戴珊是家族中的三姐，也是他们征服 NBA 的头号冲锋手。他早在2008年就交往过第一任 NBA 男友，名叫拉沙德·麦坎兹，是2005年北卡大学的冠军后卫，又被称为北卡四少之一，首轮14顺位的天才，曾经森林狼的主力得分后卫。但是我们现在却很少听过他的名字，因为他在与卡戴珊正式交往的1年后，在2009年9月火箭训练过程中，球队以身体健康状况不好，不能融入球队的理由将他裁掉，从此彻底淡出了 NBA。 这时候科勒的杀伤力就已经初具规模。同一时间点，他在阿泰斯特的引荐下结识了奥多姆，开始将魔爪伸向了如日中天的湖人王朝。两人在相恋2个月之后，就决定在贝弗利山庄正式结婚。作为科勒的第2任 NBA 男友，曾经唯一合法的丈夫，奥多姆在已婚的那6年里，从大名鼎鼎的左手魔术师，所有争冠球队梦寐以求的夺冠拼图，10至1赛季的最佳第6人，却在短短的几年内遭到联盟的抛弃，并且染上了黄赌毒的恶习，险些因为这些陋习而丧命。他的堕落速度之快让人啧舌。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奥多姆的陨落与科勒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毫无疑问的是，没有任何一个正常的女人会容忍一个自甘堕落的丈夫。于是科勒在2013年提出了离婚，两人一直纠缠到2016年才正式离婚。科勒在这期间的男友换了一波又一波，哈登应该是科勒在继自己的前夫奥多姆之后，留给球迷们印象最深的一个 NBA 男友，因为时而超神又时而萎靡的表现，再加上频繁与科勒出现在夜店寻欢的做派，一直都饱受诟病。随后科勒又与另外一位 rap 传出过绯闻，但是最终却被小自己6岁的特里斯坦·汤姆森收入房中。科勒曾经不止一次公开表示过，汤姆森是他见过身体最强悍、能力最强的男人。能力最强，能说得再详细一点吗？阿宾想听。TD 的出现让久逢甘露的科勒产生了和这个男人一直走下去的想法，于是他在2016年处理完与奥多姆的离婚手续之后，转身戴上了 TT 送上来的求婚钻戒，并且在第2年宣布自己怀上了 TT 的孩子。而特里斯坦·汤姆森，也许是大家对他的期望本身不高，在恋情的初期遭遇了一定时间的伤病之后，依旧帮助詹姆斯捧起了总冠军金杯。虽然说没有升级成多么举世无双的明星球员，但是在篮板和护框方面依旧兢兢业业，没有明显的下滑。罕见的 NBA 出现了一位能够招架住卡戴珊家族的球员，而 TT 除了冠军中锋的名号之外，又多了一个更响亮的称呼——卡戴珊终结者。但是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也许是刚刚被科勒进行了武器附魔， TT 的胃口变得很大，而妻子怀孕却让他有口难言。秉着家中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的口号，卡戴珊终结者对全美各地的模特和女郎们实行了降维打击。据 TMZ 报道， TT 曾经在2017年的10月份，也就是卡戴珊刚刚怀孕3个月的时候，一夜单挑2名娇俏女郎，甚至还被爆出了3人亲密无间的视频画面，并且施展出了远比赛场上娴熟的控球技术，惊呆了球迷们的眼球以及阿宾的鼻血。而在骑士做客纽约挑战尼克斯的前一晚， TT 跟随球队入住了当地的一家4季酒店，灯红酒绿的大都市再一次撩拨了他心中的火焰。于是他在比赛当天的凌晨5点，将一名女子从纽约的夜店带回到自己的房间，释放自己的压力。据媒体的不完全统计， TT 在与科勒交往的这几年里，除了要满足妻子的日常索取之外，还趁着球队打客场的机会，在外面不停地沾花惹草。婚姻生涯一共出轨了27次，出轨了28人。科勒在刚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头皮发麻。向来只有我卡戴珊家族绿别人的份，什么时候轮到你给我戴绿帽子？其实出轨这种事，熟悉 NBA 新闻的大家都知道。虽然阿宾不支持，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还真的不算稀奇。枕边姑娘轮流坐班的风流球员大有人在，但是在妻子怀孕期间为非作歹，对于一个男人来说确实是罪该万死。但是不知道哪来的一股力量，让科勒咽下了所有的委屈，还是将2人的爱情结晶带到了这个世界。他将希望寄托在女儿的降临，希望能让这个风流的父亲回归家庭，安安稳稳地过日子。然而最令科勒情绪崩溃的是，兔子都知道不吃窝边草，但是 TT 却荤素不忌，张口就下罪。2019年的情人节是个周四， TT 飞到洛杉矶和科勒以及自己的女儿度过了一个家庭和睦的夜晚。可是仅仅过去了3天，在当地的一个派对上，他又找到了科勒妹妹的闺蜜约迪伍兹头型。这个新闻被爆出，直接让科勒陷入到崩溃的边缘。他在1天之内连发3条推特，宣泄不满与悲伤的情绪，随后选择结束2人之间维持3年的感情。这真的是一个十分糟糕的一周。我知道每个人都厌倦了听到这一切，我也是一样。我就像是一个情绪过山车，我知道自己不应该这样，实际上汤姆森欺骗了我，并且深深地伤害了我，而这并不是他第一次这样做。曾经的最佳防守球员终于被一个蓝领中锋给绿破防了，所以 TT 在当时又多了一个新的外号，绿衫军。不知道北美东岸的波士顿球迷有没有觉得自己又被冒犯到？此外，因为洛杉矶的名媛圈子一直是卡戴珊家族一家独大的局面，哪能容忍一个小虾米骑在自己头上？于是他们立即动用自己的关系，企图封杀约迪伍兹，并且劝告科勒和渣男离婚。一家人哭诉着自己的妹妹有多傻多天真，又怒斥着 TT 多坏多渣男，而球迷们也难得的和卡戴珊家族同一阵线，一起声讨 TT 的各种出轨行为。可是球迷们这边还在骂呢，另一边科勒却在与 TT 分手后不久，不知道是因为女儿对父亲的念念不舍，还是因为找不到一根不是，是找不到一位能够代替 TT 的男人，他居然决定和对方和好。想要做到这一步，对他来说并不容易。科勒希望得到家人的支持，但是在对外公开这个消息之前，他需要 TT 做出承诺，因为他不想再受到任何羞辱。而 TT 也识趣地向科勒表达了自己的忠心，并且表示当科勒在产房里生下自己女儿的时候，他就已经在走廊上当着一众亲朋好友的面泣不成声，为自己的背叛而感到巨大的心理负担。此外， TT 还表示NBA 球员在客场打球时受到当地女性的勾搭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只是他经受不住其他女人的勾引才犯下大错。是，行，你说啥都对，这样的借口比阿宾的小学检讨书还要弱智。但是科勒卡戴珊，一个年过30的成功女性，一个经历过无数大风大浪的传奇名媛，居然神奇地接受了。她在社交平台上这么用鸡汤麻醉自己，一辈子那么短，每个人应该保持平静与快乐。当然 TT 在保证自己不再出轨，
并且会在此向科勒求婚的同时，还附赠了一辆价值40万美元的保时捷跑车。2020年6月28日 ，TT 在社交平台晒出全家福，并表白卡戴珊宣布复合，这场闹剧才终于完结。等一下，大家觉得风流的 TT 和天天作秀的卡戴珊家族真的会有平静下来的这一天吗？